你敢相信吗？这里是深圳啊，深圳为什么这么荒凉？深圳，我敢说90%的实体店都撑不过这个冬天，你知道吗？自从9月份到现在，各行各业的生意都快撑不住了。卖水果的、卖菜的、开服装店的，全部都在咬牙硬撑。你们觉得深圳现在还有哪个行业还能存活的？曾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样板的深圳，曾以速度、创新与繁荣著称。然而呢，近年以来，深圳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压力，外资撤离，制造业萎缩，服务业低迷，人口外流。深圳街头开始出现一种过去难以想象的景象，大批失业者露宿街头。网上流传一段视频显示，在深圳龙华的汽车站、广场和公园等地，不少人裹着简单的铺盖入睡，行李就放在一旁。一名受访者说，我在深圳流浪20多年了，以前睡桥下、睡公园，现在就在广场睡。这些露宿者不再是传统印象中的农民工，而是来自于不同阶层的失业者。其中呢，包括软体工程师、建筑工人和外卖骑手等。白天他们在城市里四处寻找工作，夜晚则在桥下、公园、广场铺上纸板入睡。为了节省开支，有些人吃泡面、喝自来水，甚至连15块钱的床位都负担不起。大家都以为深圳遍地是黄金，随随便便就能月入过万，但其实连一份正经工作都很难找到。现在多少人梦想来深圳发展，可你真的来了，就会发现找工作比找对象还难。工厂里那些天天招、月月招、年年招的岗位，为什么永远在招人？因为根本留不住人啊，干1-2天就跑路的大有人在。博主说，如果你打开招聘软体，经常能够看到深圳有月薪7、8千的工作，还有每小时28、29、30块的高价岗位。但现实就是，这些看起来不错的工作，普通打工人根本就轮不上，真正到手的往往只有5、6千，而且还是在你运气好找到工作的情况下。他提醒网友，别再盲目来深圳打工了，这里并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光鲜。真不敢相信，深圳的快餐店都难做成这样了。今天附近2家歇业，我和老公想着生意应该会好点，特意比平时早起了1个小时备食材。可是一整天下来，客人是真的少得可怜，3个人守了10几个小时，营业额才943，真不知道人都去哪了。我们的快餐店在深圳的一个老小区里，2016年花了11万展让过来的，大概有30多平，主打就是现炒的快餐。博主说，他们刚开店那会儿，生意真的是挺不错的，每天营业额都能够做到2000左右。她和老公虽然从早忙到晚，但那个时候的日子让人觉得踏实有奔头。可2年下来，却没挣到多少，人倒累的是够呛。每个月房租一交，口袋就又空了。她怎么也想不明白，生意怎么就突然间冷清成这样了。有个常来吃饭的保安大叔，中午又来了，推门一看，店里就他一个客人，他都愣住了。他说，现在年轻人都懒得出门，点个外卖就送到家了。还有不少人觉得自己在家做饭更划算，经济不好，大家都是能省就省。博主忍不住感叹，我们这些做餐饮的该怎么办呢？说个扎心的事实，你们知道吗？深圳1800万人口，街上没人，商场没人，餐厅也没人，就回到农村也没人。这里是国贸中心，之前是人山人海了，你看现在街上都没什么人。兄弟们，深圳人去哪里了？曾经以为做餐饮很赚钱，摆地摊很简单，自从和男朋友来深圳摆地摊，才发现原来想好好睡一觉都觉得很奢侈。我们摆摊的位置呢是夜市，每天收摊都需要到凌晨1、2点。昨天天宇回来又凌晨3点多了，每次收摊回来抽时间还要剪一下视频，经常一熬就是一整夜。感觉天宇自从和我在一起压力更大了，他做事情比较细心，
总能发现我做的不足的地方给我提出来，也感觉他比之前成熟了很多。博主说，有时候看到男友累得不行的样子，他也会动摇，很想放弃摆摊。但是转念一想，如果现在放弃了，我们还能去做什么呢？无论换什么工作，都得从头开始，那还不如再拼一拼。他说，再给自己一点时间，他相信只要坚持下去，总会看到回报的。深圳，我知道你的房租很贵，但我不知道你贵的毫无环境，毫无性价比可言。我在深圳福田，1个月4000块钱的房租，你们没有听错，很多人在深圳的工资1个月才4000块钱，但是我的房租已经要达到4000块钱了。我为的是什么？我为的就是想着我能稍微看得见太阳，比那些1-2千块钱，然后非常潮湿，白天看不见太阳的那种单间好很多吧。我想着4000块钱也已经可以达到这个标准了吧。博主说，他搬过来之后才发现，房子竟然在城中村，在4楼没有电梯，紧邻街边。他提醒网友们千万别租临街的房子，不然真的会后悔。他楼下全是商铺，一间挨着一间，而且每家店的营业时间都是不一样的。从白天到深夜，总能听到有人在开门关门。广东商铺都是那种铁卷门，往上推或往下拉的声音特别的大。有的时候就在他快要睡着时，外卖员送餐会按一下喇叭，滴一声把他直接吓清醒。他说自己每天晚上睡在房间里，就像睡在一条毫无遮挡的大马路边，楼下有人打个喷嚏，说句悄悄话，他都能够听得一清二楚。更离谱的是，他住的是握手楼，每天早上6、7点，他都会听到隔壁楼的闹铃钟声，那声音就像贴他耳边一样，他就只好起床。他没想到，在深圳花4000块租房，竟然会住进这样的环境，离谱到让人怀疑人生。你们知道深圳最受欢迎的2大行业是什么吗？第一个就是那些大厂，比如说华为啊、腾讯啊这些。第二个就是出口贸易行业，比如跨境电商。那跨境电商这些公司呢，在深圳是很多的，数不胜数，特别是这2年越来越多了，当然也越来越卷了。蛋糕就这么大，你分一点，我分一点，最后出去人工成本杂七杂八，根本就没剩多少。现在的就业环境真的比之前差了很多，赚点钱真的很不容易，难搞哦。不要来深圳做生意了，我已经发现深圳很多小微企业生意的机会还不如内地小企业，为什么呢？这里人工成本是内地一般的3-5倍，房租是内地的3-5倍，而且现在科技停滞，工业生产过剩，大家也都没什么独特之处，都是做的一样的吃喝穿小小的电子产品的生意，所以这个时候一般的人真的不要来深圳做生意了，你同意吗？我说深圳不是普通人待的一个城市，就它不适合普通人待，因为你在深圳，其实他工资也就顶多4、5千、5、6千。我就说普通人哈，我说那种没有技巧、没有任何技术、没有学历、任何的没有的非常普通的人，5、6千，那送外卖咯，1万7、8千，但那是用生活、用命在赚的钱，那样我不要。深圳很多小工厂根本就开不下去的，不少小工厂可能已经熬不到明年了。我在深圳开过20年的实体工厂，外贸订单锐减，倒闭转型了。所以这话不是危言耸听。现在做工厂，钱越来越难赚，上游要现金，下游去拖着账期。深圳这边好多客户付的都是承兑汇票，一拖就是半年。你材料款要结，工资要月发，可货款呢，遥遥无期。博主说，今年更麻烦了，单子接了，会也做好了，客户却突然间说晚点发，问对方要晚多久，人家也不回，货发不出去就别提结账了。可厂里的房租、水电、工人工资哪一样能等你呢？资金链一断，厂子说倒就倒。这不是在传递悲观情绪，而是很多工厂每天都在经历的真实的生活。深圳现在出现了3个奇怪现象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？第一个，我觉得大家怎么都消费降级了，也不会再盲目去消费，就连一些 KTV、洗脚城生意都变差了。第二个，现在上班的都开始自己带饭，我们公司最起码点外卖的人少了一半，他们都是提前1天在家就把饭做好，然后去公司热一下。现在公司微波炉已经多买了2台啊。第3点就是商场没什么人去逛了，就连周末人都蛮少，这说明什么？难道是我们深圳人的生活层次变高了，
都开始追求精神上面的生活了，还是说都不沉迷夜生活，更加注重健康了？你们说是不是这个情况了？深圳的工作目前难找吗？难，太难了。就举个例子，我前段时间刷 Boss 的时候呢，就是发现招人的就那几个公司，刷来刷去就那几个公司在找人，你知道吧？换作是去年啊，很多公司在招人，你不用主动投简历，都有很多公司跟你打招呼。但是今年明显感觉到就业环境差了很多，就是你现在都是要自己去主动去发简历，主动给你打招呼的公司已经很少了，因为招人的公司少了很多嘛。那目前的就业环境呢是严峻了很多。如果说目前你们有在稳定的工作的话，那就建议不要轻易离职。深圳负一楼的商铺都是垃圾，你看看整条街，目前开发商当时说承诺的是包租5年，回报率的话有8厘，你看看现在才过了短短1年刚交铺，你看现在很多商铺基本上是连装修都没有装修过的，就别说有收益了。你看像这一个业主心态还好一点，还贴了个招租。12月才是真的惨，别以为就你的生意差，11月之后所有的行业都在断崖式的下滑，餐饮翻台率直接腰斩，服装老板库存已经堆到天花板了，教育、装修全在喊没有客户、没有生意。为什么呢？第一年末大家都在勒紧裤腰带，能不花就不花。第二双11提前就把钱在线上收割光了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消费降级降到了极致。博主说，现在很多老板都觉得是自己的生意不行了，但其实大家情况都差不多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真的没有必要焦虑内耗，把精力放在怎么样把客户吸引过来才是更重要的。线下不行，我们就线上搞，大家都是一边做一边学，慢慢的就会好起来的。深圳松岗连接怎么变成这样子了？看下镜头，哇，现在是怎么了？现在都是变成空了。镜头往上面看一下招牌，像现在这商家，时尚男装、琳达家纺，全都没有了，说什么的都有，电商冲击，各种规划的一个落空，还有传闻的一个拆迁，这些时代的眼泪让一条街的兴衰不再只是生意不好那么简单了。而是整个深圳的城中村商业变迁的一个缩影，不是商铺不能入手，而是要谨慎选择。深圳之所以能从一个小小的渔村成长为国际化大都市，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数十年来的台资和外资企业的投入。然而呢，如今龙华、宝安、坪山等地的工业区逐渐冷清，不少台资工厂成批的迁往越南、印度、印尼等国家，连生产设备也是一并运走，导致当地不少工人面临着失业。台商廖金章在大陆经营超过20年，并于2022年正式撤出。他告诉记者，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，中国突然间对外开放，主动邀请外资设厂，当竞争对手纷纷前往时，你也只能是跟着去，因为对方在大陆生产后报价更低，你如果不跟进，就在市场上被淘汰掉。而如今，台湾电子业前几代厂商几乎都已经撤离。关键转折点是2018年美国总统川普发动的贸易战。另外呢，今年中国内部对言论的高压管控、709律师大抓捕事件以及广东1年内拘捕数万人的消息，也让台商感到不安。谈到成本问题时，廖金章回忆自己1995年初到大陆时，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只有约200块人民币。下班后能够拿到300-400块就算是不错了。当时内地工资普遍只有80块左右，因此大量劳工拼命地往沿海城市涌。当我离开大陆的前2年，一个普工的工资已经涨到了5000块左右，20多年间涨了约25倍。他感叹道，尽管工资涨了，但许多工人依旧是难以维持生活，因为收入几乎是全被通货膨胀所吞噬了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